哎，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今天咱们的故事跟地图种子有关。玩家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个地图种子，种子号为1234097，游戏版本是 1.19。玩家出生在了一处丛林区域。刚进入地图后，玩家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但是玩了大概10几分钟后，玩家发现了天上的太阳好像一直不动，一直是白天，并且他随后在地上发现了掉落的肉。就好像之前已经有人来过这儿一样，可这明明是鸡肉，但玩家捡起来后却显示的是鹦鹉肉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好了，老规矩，老粉看到这儿该干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长按屏幕中这个可爱的点赞按钮3秒钟支持一下，新粉也赶快点个关注，成为老粉吧。尽管玩家觉得这张地图已经有很多奇怪的现象，但他始终相信光，不相信有什么妖魔鬼怪。于是他如往常生存一样，搭建丛林木屋，制作工作台，挖矿，收集物资，合成装备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一看就是 MC 老玩家的基本操作。但是令玩家没想到的是，刚开局不到2分钟，他就直接挖到了钻石。虽然他很惊喜，但是他也觉得有些不正常，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奈何现在自己只有10镐，没办法挖钻石，所以他打算先挖铁矿，赶快制作一把铁镐。经过一番等待，玩家拿着金灿灿的铁镐再次返回了矿道，看着这颗晶莹剔透的钻石，玩家内心非常开心，使得他已经忘记了这些反常的现象。正当他准备把仅有的这一颗钻石存放起来时，他意外发现这颗钻石的名字不对劲，请各位屏幕前的英语学霸自行翻译一下吧。总之，这颗钻石不是正常的钻石，玩家顿感心里发毛。此时的玩家已经有点不敢去矿道了，所以他决定在附近探索。没过多久后，玩家发现了一群怪异的猪，可以看到这些猪的名字很诡异，似乎被特意命名了。既然这些奇怪的现象让玩家内心不舒服，所以玩家决定眼不见心不烦，3下5除2送这些可爱的乔治回到魔仙堡了。这下玩家内心的恐惧感稍微减少了一丢丢，但是随后他发现这些猪牌的名字也不对劲，明明玩家嗝屁的是一群猪，为什么这些生猪牌的名字叫做生牛牌？这就离谱了吧！玩家原本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，他赶忙离开这儿，返回了木屋。回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有了一块告示牌出现在了屋内，这说的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有人知道玩家刚才嗝屁了一群猪？这么说的话，这个地图内有其他人能监视到玩家的一举一动，玩家更加慌张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必须赶快收集材料，制作武器和护甲。于是他再次返回了矿道。但没想到矿道好像有人来过了，他明明记得自己只向下挖了几格，怎么现在挖得这么深了，而且还插上了一些火把。玩家也不敢继续在矿洞，他先返回木屋制作了一把石剑，能先防身再说吧。尽管玩家现在很胆怯，但是毕竟是大白天的，一般奇奇怪怪的东西不会在大白天出现吧。再加上这张地图的太阳好像一直不会移动，始终是白天，所以玩家不断的开导自己，应该就是地图创造者的一些恶作剧，不足为惧。可当他再次返回木屋没几秒后，外面的天色突然就变成了黑夜。什么情况？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屏幕前你的身上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此时外面也开始产生一些生物，玩家迫不得已赶快制作了盾牌。他现在必须出去收集羊毛，因为他没有想到会突然变成黑夜。现在他的任务就是赶快制作床。玩家也很麻溜，很快就收集够了材料，赶快返回木屋制作出了床。但是系统提示当前无法入睡，有生物在附近。玩家又赶忙冲出屋子，消灭了外面的蜘蛛后，这次他才成功的入睡。但是不出所料的是，睡觉起来还是黑夜，并且这次当他推开屋门后，外面多了一大群的幻翼。他赶紧再次返回木屋，又尝试第2次入睡，但是醒来后外面依然是黑夜，而幻翼的数量反而更多了，大批的幻翼朝着玩家发起了进攻。玩家只能用屋门卡 bug， 不断的发起反击。打着，一个女巫朝着玩家的木屋走了过来。What？ 玩家当下就赶紧紧闭屋门。他推测这些幻翼会不会是女巫召唤来的？玩家决定不论如何先送女巫回快乐星球再说。但是他发现他根本无法走出木屋，因为外面的幻翼根本不给玩家多向前一步的机会。玩家只能另想其他办法。他试图趁幻翼不注意从侧方溜出去，但是他想的太简单了，最终他通过向下挖，从地下逃离了木屋。可当他再次上来后，外面的天色却变成了白天。他打算返回木屋看看。回来后，站在很远的地方，玩家都看到自己的木屋着火了，并且那些幻翼和女巫消失不见了，反而有一个流浪商人牵着2只羊驼出现在了玩家木屋前。让玩家最想不通的事就是这2只羊驼和流浪商人，玩家并无法攻击他们。随后这个流浪商人在玩家的注视下离开了，但随后发生的事让玩家彻底绷不住了。只见这个流浪商人牵着2只羊驼从地底凭空出现，这科学吗？玩家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，他赶快离开了木屋。随后他发现了一处巨大的红树林沼泽，他之前从来没有见过。
玩家进入到这片红树林后，似乎一切都很正常，鸟语花香，静谧美好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响，抬头望去，一只行为反常的蜜蜂映入玩家眼帘。玩家试图垒高高查看这只蜜蜂，但他一看玩家来了，立马就飞走了。之后，玩家又看到了这只蜜蜂一直在螺旋自转，紧接着，玩家的屏幕便突然变得灰暗了起来。两只青蛙此时也出现在玩家眼前。虽然玩家目前并没有遭受到什么攻击，但是这种气氛让玩家毛骨悚然。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，返回木屋吧。但是他走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出口，似乎这个生物群落没有尽头。前方高能叫到了，老规矩，认为自己超级牛的，请赶快在弹幕打出“哇超牛”，激活弹幕护体。又走了一段时间后，玩家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区域，里面有一只小木船，并且有一个箱子在里面。玩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箱子，里面是一本书。怀着忐忑的心翻开书后，上面写着“不要担心，一会儿就一切都结束了”。而右下角则是本张地图的种子号。接着，玩家的屏幕变得更加灰暗。此时，一声声蛤蟆叫传入玩家耳膜。接着，寻声守卫出现了。只见寻声守卫一个蛮王冲撞，玩家便开心的嗝屁了。通过玩家最后的画面可以看到，这个寻声守卫的名字就是这张地图的种子号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